it's so good how to love you, yeah. So bad, so bad, oh my heart hurts so good how to love you。我们现在是在 Via Piella， 这里算是一个小众景点吧。墙上有一个小窗户，推开它就能看到这一段小运河。在12和13世纪时，博洛尼亚有非常多的塔，有学者认为这是有钱的家族来证明财富的象征，又或者是用来抵御外敌。总之，在13世纪时，许多塔被拆除或者倒塌。现在仍存的塔中最著名的就是博洛尼亚双塔，而我现在就准备爬这个最高塔 Torre degli Asinelli。我们现在就开始往上面走，不知道要走多久。太热了，全身都是汗。现在，那些洞啊是有风的，像空调一样凉快，但其实这里面一点也不凉快。应该快到了吧？这里是第2个平台，可以休息一下，但其实也不是休息。好，接着往上走。这是第3个平台，接着往上，继续走。登上这个塔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这里的景点不是特别多，比较著名都集中在市中心。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山上的桑卢卡圣母圣殿，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去那里了。爬完这个塔后就到了午饭时间，既然来到了博洛尼亚，就一定要尝下在整个意大利都著名的拉古博洛涅斯，其实就是番茄肉酱。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人多多的餐馆，点了一份千层面。说实话，味道和我平常在超市买的很像，只是肉多了一点。吃完午饭后就开始往市立图书馆走，这里的场所曾经被作为大学使用将近200年。这里面的墙上有很多五彩斑斓的文章，是由以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设计留下的纪念。文章中央的字大多是学生、导师或者是院校的名字。在这里的第2层就有世界上最早公开的人体解剖室，建于1636年。这里的解剖实验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出来之后，我就去了旁边的 San Petronio 大殿。据说在以前，博洛尼亚想要建造一个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的教堂，结果建造工程因为被教皇派人在旁边建了个房子而中断。而这个房子就是刚刚我们去看的图书馆原址 Archiginnasio。在开了将近2个半小时车后，我们到了佛罗伦萨的旅馆，给你们看一下房间的样子。休息之后，正好到了意大利 aperitivo 的时间，我们就去楼下吃了点东西。由于我是开车，所以一定要选一个有免费停车的旅馆。在网上稍微做了攻略，就看到这家，环境还是不错的。我现在正在去米开朗基罗广场去看日落，不管看哪个攻略，那都是最推荐的地方。快到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广场那里人好像不多，太幸福了吧？人好像还是挺多的。这里人巨多。这里人太多了，然后我现在去市中心里转一转，本来还想看日落的，但是人太多了。这个是老桥 Ponte Vecchio。现在我要去市中心去看晚上的佛罗伦萨。这种氛围很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桥上面，这桥上旁边都是店铺，这个就是 Ponte Vecchio 老桥，这个是旧宫 Palazzo Vecchio。圣母百花，哇塞！现在我们要走回旅馆了，然后已经大概是晚上10点半了。总算走到旅馆了，走了有40分钟，从市中心走到我们这个旅馆。今天早上我起还是挺早的，然后去吃个早饭吧，在第1层楼。上面这个还有藤蔓，还是挺有情调的。7点半到10点钟，在这里面。I was always the one to find myself lost in all conversations, oh, 'cause I've always been told that things will unfold if you keep on waiting.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and proved me all wrong. I was so mistaken. 现在我们要进这个洗礼堂， Glue all the 大家都 pieces 躺在地上， back 看上面的穹顶。 together. Yeah,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 them better. 刚刚我们从那个洗礼堂里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个是天堂之门，然后是镀金打造，然后上面呢是有10个圣经故事。好了，我们现在去后面。我流了好多汗，然后这里面就算有空调了。现在我们是在博物馆里面。这个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原来在圣母百花圣殿、洗礼堂和塔槽内的700多件艺术品，其中就包括了圣母百花圣殿的建筑模型，还有天堂之门的真迹，时间跨度从13世纪到19世纪末。我们的大卫在那里，哇！既然来到了佛罗伦萨，怎能不来看一眼大卫呢？这个雕塑现场看的话，真的很高。这是猪肉。如果你想参观包括圣母百花圣殿一系列景点的话，需要买个套票。我买的是第2种票，其中包括了塔桥、洗礼堂、博物馆和地下原教堂遗址。我们看到这下面其实是圣母百花大教堂下面的遗址，然后以前这里也是个教堂。可以看到这整个大的是圣母百花，但这个小的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正在看的。由于中世纪时期黑死病导致无人可用和缺乏足够科技能力，这个教堂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处于无顶的状态。直到 Brunelleschi 这个建筑大师的出现，圣母百花才真正的在1436年竣工。穹顶上的壁画描绘的是最后的审判。如果想爬上去的话，还要多加10欧元，所以我就没有要爬上去了。在下面看已经看得很好看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登到这个塔上面。开始走路了。这就是最顶了。如果想去那边的穹顶的话，是要多加10块钱。我现在要走了，然后最后拍一张。这个城墙后面就是比萨斜塔。哇哦！ How could I forget that day? It's burned into my memory, and it won't ever leave. And how could I forget 这样子可以看出来是斜的。 You looked at me like an enemy. Oh, I could barely breathe. 由于是8月份，旅馆都很贵，所以我挑挑拣拣找到了一家。可这里真的和我预期想的不太一样。首先，这里是处于山腰，代表了山路18弯，并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这里其实算得上是一个民宿，而不是旅馆。当我提着行李走进这家旅店的时候，并没有开灯，也没有什么前台，就跟普通人家里一样。然后这时从后面厨房走出来一个穿着大短裤、留着胡子的保罗大叔，稍微做了介绍之后，就把我们带到了房间。然后我发现房间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厕所。总之，第1晚就开了1夜的电风扇睡去的。第2天早上我起得挺早，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很好。下楼去吃了保罗大叔亲自做的早餐后，我就开始在这片房子四处转。它这里后面有一个自家小山坡，种了很多橄榄和花，然后还有一只猫。然后这一栋就是我们正在住的地方，然后我们是住在第1层，而意大利的第1层其实就是第2层。然后我们又看到这只猫了，咪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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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cosa c'è？来，sopra，爬上去。刚刚我看完日落，然后现在去吃点东西吧。今天在海边玩了1天，然后明天去五渔村。